5天8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是德国工人难以承受的痛苦。这名叫多里安的小伙这年24岁，如今居住在柏林，正潜心搞音乐。由于过于潜心，因此1毛钱收入都没有，只能依靠德国的公民金生活。他甚至直接表示，如果让我再继续领公民金和去干一个自己根本不想干的工作之间选，我毫不犹豫地继续领公民金。而且他的想法很有意思，在他看来，公民金不完全是救济，更像是国家给他的一个创业孵化器加艺术奖学金。他练琴、散步、冥想、做音乐，有灵感的时候晚上工作，同时还通过网络教音乐。一名美国学生1节课大约支付40欧元。他每周2次参加由就业中心出钱的职业辅导，希望最后把自己的音乐事业做成能够养活自己的生意。总之，别人凌晨上班，他练琴；别人在工厂搬东西，他研究艺术；别人在研究房贷，他在研究人生意义。多里安表示，工作是不可能工作的，要让他每天接受5天8小时的工作制，如同要了他的命。自己只想创下一番事业。然而，距离他几百公里以外，一个叫奥利弗的小伙，基本就跟他生活在完全相反的世界里。他是德国陶努斯山区索尔斯巴赫的一名肉店老板，每天几乎是要干冒烟的状态，而且长期找不到人，很多事情只能自己往上顶。每天5点半就要起床，干的是腰酸背痛、腿抽筋。而他现在店里有2名售货员，一名叫卡特琳的老妹，已经在这里干了足足20年，今年已经73岁。老妹表示自己觉得生命就在于运动，工作使我快乐，只要身体允许，自己就不打算退休。但老妹再怎么爱干，毕竟也已经70多了。因此肉店老板后来为了招人，甚至不得不开始研究短视频拍招聘广告，希望各位工人大爷们赏点脸来他店里工作。但他难招到人也是有原因，因为他给没经验的员工每小时时薪仅有可怜的 14.1 欧元。后来记者问他为什么现在德国就那么难招工，肉店老板表示，就是因为德国的救济金降低了一部分人的工作动力，一个个年轻人被养得实在太嚣张，整天警告我们这些小老板，你不招有的是人招，反省一下这么多年有没有努力，能为员工们创造些什么价值。由于奥利弗被现在德国年轻人是气得够呛，曾经甚至还在当地打算竞选市长，改变一下这个歪风邪气。但实际上在德国领取福利的人也不全是像那个搞音乐的小伙，例如这位叫纳丁小妹，今年37岁，住在德国下萨克森州的泽森地区，长期有健康问题和疼痛。她以前领取过劳动能力下降相关养老金，但到了2025年4月左右，这项养老金停止，因为评估人员认为她仍然能够每天工作大约6小时。但纳丁本人完全不同意，他说自己的实际身体状态每天大约2小时就已经是极限，多不了1点。不过纳丁由于平时过于闲，因此在社交媒体上开始记录自己领取公民金的生活，包括手续怎么操作，甚至还写过一本书。而纳丁的丈夫罗尼也是因为长期存在健康问题，同样是领取德国的公民金过活。由于每天也是实在太闲，于是他天天开始研究德国的社会法，看文件、填申请，写信给当地部门沟通，看看还能申请点什么。争取保障几乎就成为了他夫妻俩的全职工作。不过罗尼表示，如果能给他再配个打字员，自己在研究社会法上能更加的深入，毕竟自己的身体状态不太适合打太久的字。而他们2人现在每月合计能收到约1580欧元，而且房租另外有保障体系支付。后来节目组又去采访了一位叫卡洛扬的小伙子，今年55岁，原本是保加利亚人，如今已经在柏林餐饮业工作了10年以上，每周要工作长达30个小时，但每月净收入仅有1300欧。而他的房租就要去掉950欧，最后只剩下350欧的生活费用。基本工资一到账，房东就给他7成血瓢清空。因此为了省钱，冬天只能少开暖气，有时候一天食品开销甚至只有3欧元。不过他会偶尔去参加一下音乐演出，增加一点收入，每月能够增加约800欧的收入。当节目组问他过得这么难受，为什么现在还要去工作，不如直接领取公民金，卡洛扬表示自己小时候家里有6个孩子，曾经出现过食物不够吃的日子，所以给卡洛扬来说，工作不是单纯的工资计算，还代表着安全感与秩序。他甚至连本能申请的住房补助都不愿申请。像卡洛扬这一类，在德国已经算是勤奋的不要的了。如今在德国大约有550万公民金领取者，与此同时又存在60万到100多万个职位空缺，所以德国在福利上的安排可以说是问题多多，给德国资本们是压迫的难以喘息。看完这个视频的一名德国老铁表示，我可是特别喜欢早上起床然后缴税，就是为了让那个搞音乐的多里安幸福的生活，我是真的伟大。还有德国老铁表示，我真的难以想象，居然还有人领着救济金，盼望着在公园被音乐经纪人找到。另一个领着救济金还想找个义务打字员，而且还能做到宁愿朝9晚5的去研究各种社会福利，都不愿意去工作，真给我开眼了。还有老铁表示，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失业者会读新法律周刊还能引用的头头是道，他真是个人才。还有一位老铁表示，难怪那家肉铺招不到人，14.1欧的时薪正常人都不愿意做，